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自己做交易太累了，就寻思找一款智能交易 EA 试试。由于平时很多人跟他推荐，都说每个月能有 5%甚至 10% 的收益，久而久之就有这种冲动，让他一试究竟。EA 是他在某宝买回来的，挑选了很多家，至于选中这款外汇 EA 的原因，他说很多，最主要的一点是这家老板没有跟他吹嘘赚了多少钱，上来就是一个账号，挂一个 EA 跑给他看了。看完之后他没说啥，心里暗喜，还在很不错，买卖很顺利，不到1个小时就搞定。客服小妹的那句欢迎再来升级哈，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种买卖他经历了很多，通常定价就说明了一切，260块钱的服务和500块钱的服务，差别不止在灵魂上，还差在长相、头灯、后灯以及套路上。说着他便陷入了沉思，好像在回味什么。他知道 EA 只是一个工具，关键在于使用的人和方法。在他饱读诗书的脑回路中，瞬间勾画出了 2P、3P、4P、69等鲜为人知的新操作模式。正如《孙子兵法》里的那句话，善用兵者往往既没有显赫的名声，也没有辉煌的战绩，但每一战必不会有差错。他信心满满的开始了 EA 自动化交易之路。自动化让他有时间把 2P、3P、4P、69等新操作模式再好好研究一番。第一天，他选择了最近正处于震荡行情中的欧美做交易，按照客户小妹传授的秘法，在震荡行情中，这款 EA 有更好的收益。果不其然，下班后关注一下跑 EA 的账户，竟然自己就赚钱100多美金，看来5000美金的账户2个月不到就可以翻倍了。第二天，行情依旧在震荡， EA 依旧在赚钱，波澜不惊的进账100多美金。他想着是不是需要大胆一点，深入浅出这么多回交易，应该好好加大力气，仓位先爽一下。果然第3天在大胆的尝试下，收益达到了200美金。他决定回报一下客服小妹，周末升级一下自己的 EA。 他回忆说，原本他也是会考虑风险的人，但在起初3天的盈利下，他竟然忘记了这一点，可以说是有盈利资本后逐渐松懈了下来，又升级了一次 EA， 那么应该更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接下来的1周让他感受到了坐过山车由悲到喜的巨大反差。周一行情突然单边下跌，由于他在上班，加上账户又是赚钱，没有实时关注，而智能 EA 就在下跌行情中不断的加仓做多，一直多到账户没有多余的资金能够交易。随着行情的进一步下跌，先前的订单被一单一单的平仓，损失也逐渐加大。等到下班他看账户的时候，账户只剩浮亏3000美金，一天便蒸发了2400多美金。他连忙找到客服小妹咨询升级后的 EA 怎么会亏钱啊。客服小妹还是耐心的告诉他，行情如果是单边的话，这款 EA 的利润就没有那么大了，只要行情重回震荡，很快就会赚钱了，哪有 EA 不回撤的呢，别担心。果然凌晨之后行情开始反弹，先前的仓位逐渐开始盈利，在盈利与加仓的操作下，一晚上账户竟然又赚钱了。这真的比他家中做个大保健还来得舒服。他吸取了教训，跟着分析师研究的品种开始跑。他想着只要找对了品种，再遇到单边行情的几率应该很小吧。这里需要说一下，面对 40% 的回撤，很多人做投资没有发现其中的风险，觉得结果只要账户赚钱，回撤多少问题不大。也有很多交易员只宣传盈利，导致更多人忽略了回撤的问题。这在很多跟单社区中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跟单社区的规则故意不统计回撤率，或者修改正常回撤率计算的方法，把回撤周期缩小到小时回撤，企图制造特别小回撤这一数据来迷惑投资者。对于这个朋友来说， EA 交易才刚刚开始，接下去的时间他经历了数次生死过山车，最大回撤达到 70%， 这个水平很多平台已经足够爆仓了。而他最终也没有幸免于爆仓的厄运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他的资金悄悄地离他而去，等他发现也只是下班后的晚餐时间。他问我要不要放弃智能交易，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稳定获利。
面对市场自相关性越来越差，我们有什么应对之策呢？解决方案就是脱离工具化的依赖，去构建完整的策略系统，发掘市场更深度、更普适的自相关性。好比说，远古时代人们打仗可能就是肉搏，后来有了兵器，谁有兵器谁就能打赢。再后来大家都有了兵器，那谁的兵器好一些，谁就能打赢。再后来大家都有了旗鼓相当的兵器，谁也没有压倒性的优势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该讲究兵法了，就该提高到军事战略战术的层次上了。这就是构建策略系统的思想。他问，即便构建了策略系统，智能交易会不会有朝一日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失效了呢？我们知道，计算器可以代替算盘，但数理法则永远不变，1+1还是等于2，3×3还是等于9。武器会更新换代，但思想永不落伍。所以说，如果把 EA 停留在工具的层面上，那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失效，但如果提升到思想辩证的层面上，那就很难失效了。好了，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，关注我，明天见。